不好意思啊，苏先生，你手中的结婚证是假的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略带歉意地望着我说道，并且依据系统显示，这本假结婚证上的江可成女士，在2周前已然和一位叫周燕的先生办理了结婚登记呢。你要不回去再……我抬手示意工作人员别再说下去了。好的，麻烦你了。接着拿起那本假结婚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与我相恋5年的女朋友，竟被和她的白月光偷偷领了结婚证，可我却没有丝毫猝不及防的感觉。走出行政服务中心，我给死党商石旭发去消息：阿旭，我去云城找你一起打拼了。即便没收到回复，我也不着急。死党看到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回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告知司机一个地址后，我便闭目养神起来，直至天色渐暗，我才有些疲惫地回到家中。刚要拧开家门把手，叮咚一声响起，身后的电梯门缓缓打开。不对，结婚证是假的，顶多算个女朋友吧。女朋友江可成从电梯里走出，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阿深，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我微微勾起左侧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去了我们当初领证的地方，想刻一张光盘留个纪念，没想到那儿竟成了一片废墟。说话间，我佯装不在意地盯着江可成，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些端倪。然而，江可成只是瞬间愣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冰山美女的模样。应该是你找错地方了，我们都已经领证了，要是有需要，等办酒席的时候多录些视频就行了。别聊这些啦，给你带了你喜欢的杏花酥，不过得先去洗手哦。说完，江可成将包装袋递给我，转身径直走进了浴室。看着手中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油纸袋，我却毫无食欲。江可成，我们没机会举办婚礼了。我默默地走到卧室，将结婚证放回保险柜。1周前拿到结婚证后，江可成只是让我看了一眼，就匆匆锁了起来。那时的我还以为他是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感情呢，所以决定今天去办理买房的事宜，偷偷把现在租的这套房子买下来，把江可成的名字加进去。没想到小丑竟然是我自己。5年啊，人生又有多少个5年呢？我和江可成在一起的这5年，平淡无奇，相敬如宾。我以为他已经放下了白月光初恋周燕，准备和我好好过日子呢。我们本可以携手相伴，共度余生。可笑的是，5年了，我都没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不然，为什么我拿到的结婚证是假的，而周燕拿到的却是真的？也罢，既然江可成已经和周燕领了证，那我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等死党回复我后，就各走各的路吧。叮铃铃，餐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应该是江可成的手机。我打算过去帮他接一下，谁知紧紧裹着浴巾、浑身湿漉漉的身影突然冲了过来，将我撞倒，腰部撞到餐桌，疼得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坐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江可成却丝毫没有察觉，拿起手机直奔卧室。砰的一声，卧室门关上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等我在剧痛中回过神来，靠近卧室，听到了江可成那熟悉的声音。只是此刻，这个声音显得如此温柔，让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听错了。放心，我马上过去找你，把门窗都锁好，再躲进卧室，我马上就到。心中满是苦涩，和江可成在一起的5年，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般失态，却又如此温柔。卧室里传来乒乒乓乓穿衣服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惊慌。我终于明白了，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冷漠淡然，只是她不在意我罢了。咔嚓，卧室门打开，江可成神色紧张的快步走出，从我面前经过时没有丝毫停留。有急事，不用等我。说完，拎起外套，踩上高跟鞋，直接开门出去，甚至连门都没关。要是他能停下哪怕1秒钟，就会发现，往常我都会热情地帮他套上外套，亲他一下，叮嘱他路上小心，早点回家。可今天我什么都没做，就这么靠坐在沙发上，目光也没有看向他。夜幕降临，不知在沙发上坐了多久，直到腰部的疼痛转为酸痛，我才缓缓站起身，光着脚回到卧室，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那些我用过而江可成没用过的情侣手套、情侣保温杯、情侣 T 恤，还有为了婚礼我自己编织的同心结，花了1个月时间制作的同印婚书。此刻他们连垃圾都不如，一股脑的被我扔进了垃圾桶，咕噜噜，直到肚子发出抗议的声音，我才发现已经晚上11点多了。叮铃铃，手机突然响起，难道是江可成良心发现了？拿出手机一看，原来是死党商石旭。卧槽大兄弟，终于想通了。我在美洲这边出差，大概5、6天后回去，来云城我给你接风洗尘。哦对了，你不是快结婚了吗？你老婆同意你来云城吗？死党这一句话让我回想起之前拒绝他邀请时说的话，我要和老婆结婚就不过去了。曾经我与死党商石旭一同创立了如今的无人机工作室。经过深入调研后，我们发现市面上的无人机普及程度极低，价格高昂且性能差到令人发指。死党专注于代码编程，而我则负责机械工程方面。在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后，眼看着即将获得融资，然而我却因为结婚的事宜而退出了工作室。不过死党还是为我保留了股份，说暂时帮我保管着，等我哪天想回来再一起拼搏。回忆起那些充满激情的岁月，我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我嗤笑一声回复他，这不是问题，不结婚了。对面沉默了2秒钟，随后笑道，好啊，一起当光棍才是好兄弟。我跟你说，在你找到真爱之前，
你可能都以为自己是异性恋呢。去你的！感觉好像有一道目光聚焦在我身后，我转过头去，只见江可成正一脸惊讶地看着我，眼神中还夹杂着一丝慌乱。阿深，怎么不结婚了？看来他是听到了我刚才的话。我笑着解释道，好兄弟那边出了点状况，婚礼得延期了。江可成松了口气，说道，婚纱照预约在明天拍摄，还是老地方，我公司忙完就直接过去，你可不许迟到哦。我刚想说出拒绝的话，江可成看到床头柜上的情侣用品不见了，柳眉微微皱起。亲爱的，房间里好像少了很多东西，你打扫卫生了吗？我轻轻呼出一口气，点点头，有些东西不用了就收起来，不然占地方。江可成闻言似乎想到了什么，但又仿佛那一抹异样的感觉十分模糊，难以捕捉。看着他盯着床头柜思索的模样，我也懒得去跟他解释。我把垃圾桶里的东西打包放在门口，这才感觉到有些疲惫。看到我只是一副疲惫的样子，并没有其他异样，江可成淡淡的说道，早点睡觉吧，明天还要拍婚纱照呢。第二天早上，我早早的起床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后，我拎起门口的垃圾袋。就在这时，一双冰凉的小手伸了过来，我拿去丢吧。江可成准备接过垃圾袋，谁知他竟然拎不动，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说完，他准备打开垃圾袋看看，我轻轻推开他的手，冰箱里过期的肉和不用的东西，没什么好看的。叮咚，电梯门打开，江可成没有再继续追问，款款走进电梯。到达楼下，江可成看着我把垃圾丢到垃圾站，随后我们便分道扬镳。丢完垃圾后，整个人仿佛轻松了许多。吃完早餐，我提前来到了影楼。眼前的婚纱款式繁多，中式的、西式的应有尽有，长款的、短款的、薄纱款的也都齐全。无论江可成穿上哪一套，都会光彩照人，惊艳众人。只是，阿深，你来试试这套西装。江可成突然的声音让我一愣，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但应该没多久。看着他把西装拿过来让我试穿，你之前不是很喜欢蓝黑色的这款吗？穿在你身上一定超帅。看着眼前的西装，我陷入了沉思。没想到之前我随口说喜欢这款西装，他竟然一直记在心里。以前的话，我肯定会在心里偷着乐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去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再提前洗漱一番，晚上在餐桌上和卧室里好好犒劳他一番。可现在，我竟然变得有些麻木，内心没有丝毫波澜。我点点头，懒得再在着装上费神挑选。江可成挑了几件衣服在身上比划着，能看得出来他心情不错，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周燕。挑选好衣服后，我坐在化妆镜前，让化妆师给我做造型。摄影师兼老板走了过来，苏先生，您化妆完简直和明星一样帅气，跟江女士简直是天作之合。到时候拍出来的照片能不能给我们影楼几张用作宣传啊？作为酬谢，费用给您打8折怎么样？我正想着怎么拒绝他，一名小弟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在我们面前说道，老板，苏先生，那个。老板开玩笑地给了他一拳，赶紧说别磨磨唧唧的。小弟看了看我，那个江可成女士刚才说临时有急事直接走了，说今天就先给苏先生拍几张写真就行，婚纱照过几天再来补。小弟脸上的笑容是强挤出来的，谁都看得出来。而且说完之后，他或许是怕我发火，还往后退了2步。以前也有拍婚纱照出状况的，然后就大闹影楼，不欢而散。不过我不是那样的人，点点头表示理解。随后我脱下西装，那改天再一起拍吧。说完，我独自走到热闹的街头，走在以前和江可成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一起品尝过的美食，一切都仿佛隔世一般。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我打车回家，还没开门就听到家里传来动静，一个女人温婉的声音和一个男人爽朗的笑声。可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还能再次吃到你亲手做的饭菜。我轻轻推开家门，只见厨房的长方形餐桌上，江可成和周燕对面坐，江可成正把包好壳的蟹肉往周燕碗里送。忽闻声响，转头看去，侧手间瞧见门口的我。江可成一怔，随即招呼我坐下，并开始介绍，阿深，此乃周燕，他家遇些变故，这段时日借居于外家，未曾告知于你。江可成话语未毕，周燕起身站起，嘴角含着笑意，深哥，闻名不如见面，你便是可成的意中人吧？常听他提及你的诸事，这段时日叨扰了。说罢，走到江可成身旁坐下，指着对面的座位说道，深哥快坐，一同品尝可成的厨艺。数年未见，可成厨艺愈发精湛了。望着周燕这般自来熟的模样，若不知内情，还以为我是宾客来做客的呢。看到两人那般自然地坐在一起，一人递碗，一人递筷的默契样，原本心中仅存的那一丝侥幸，此刻荡然无存。我摇了摇头，乏了，你们慢慢用膳，我先回卧室歇息片刻。说完，转身步入卧室，刚打开门，便被眼前之景惊呆了。卧室床头的墙上赫然张贴着一张长达2米的婚纱照。今日我与江可成的婚纱照未能拍成，照片上的主角自然不可能是我。江可成身着洁白无瑕的婚纱，挽着身着西服的周燕，满脸幸福地望着我。我一时恍惚，竟不知自己是否为第三者。江可成突然匆匆赶来，阿深，周燕她身体不适，需有独立卫生间的主卧，这几日委屈你睡客卧。走到我身旁，江可成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然后抓住我的胳膊解释道，阿深，你别误会，这是因为……未听完他的解释，我径直将胳膊抽出，
尽管我未言语，可这却是5年来江可成首次遭遇我如此明显的拒绝态度。他瞪大双眼，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正欲开口，周燕大步走来，挡在我与江可成之间，面带悲戚委屈地解释道：“申哥，别误会可成姐，他是爱你的，都怪我，即便露宿街头，也不应麻烦你们，我这就收拾东西离开。”说完，周燕真的开始收拾东西。江可成连忙制止他：“别这样，你尽管住下。”周燕放慢了收拾东西的速度，然而泪水却顺着她的眼角滑落，带着一丝哭腔说道：“可成，你帮了我许多，也照顾我1个多月了，怎能因我让申哥误会你？是我没那个福分，我这就走。”说完，拉起行李箱准备离开。可我看得出来，他的动作十分缓慢，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果不其然，江可成推开我，拉住周燕的行李箱：“你尽管放心，有我在。你不愿娶那个疯婆娘，没人能逼迫你。而且我人在此处，怎会让你去外面居住？尽管住下，住到何时都行。”江可成说完，还瞪了我一眼，似乎在怪我不够好客，为何不主动挽留周燕。见状，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是啊，随意住，以后这里便是你的家。”说完这句话，我直接越过2人，走出卧室，打算出去散散心，顺便吃顿晚饭。周燕委屈地呜咽着：“申哥是不是不喜欢我？要不我还是搬出去吧。”江可成此刻却不再看他，即便再迟钝，他也察觉到我的不对劲，当下直接跟了出来，拉住我的胳膊：“阿申，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只是让周燕临时借住几日，这里怎会是他的家？人都有落难之时，我只是单纯想帮他一把。你作为男人就不能大度些，在别人面前闹脾气，有意思吗？”看了一眼江可成，我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你根本不懂我。”江可成皱起眉头：“你不说，我怎会懂你？这场景怎似曾相识？先前觉得可笑，如今却只觉滑稽。”照着记忆中的话语看向江可成，真正的懂无需言语。江可成被我这么一噎，火气也上来了：“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这是要开始飙戏吗？那我便不客气了，说出来又有何意义？我不说，你也该懂。”说完，转身准备离开。江可成继续扯住我的衣角：“我又不是算命的，我怎知你是什么意思？”拍开他的手，看着江可成的眼睛：“没什么意思。”江可成点点头：“对，确实没什么意思。”女人的心思真如这般神奇，竟能回答得天衣无缝。哗啦啦，卧室中突然传来仿佛玻璃破碎的声响。江可成眼神一变，甩开我的手，立刻往回奔去。随后传来一声惊呼：“周燕，你这是在做什么？”听得出来江可成的惊慌失措。我皱着眉头跟进去，只见周燕已靠在床沿，绊倒在地，嘴里还哭喊着：“全世界都不要我了，索性一死了之，这样你与申哥便不会因我争吵了。”说完，拿起碎玻璃渣往自己胳膊上划去。江可成肆无忌惮地从周燕手中夺过玻璃片，全然不顾自己手上被划出了血。他手按住周燕不停流血的伤口，随即转头对我怒吼道：“苏申，你这下该满意了吧？怪不得街坊邻居都议论纷纷，说你是灾星。白眼狼，你自己父亲去世都没掉一滴眼泪，像你这般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人，当然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江可成的话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尘封多年的伤痛，我整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脑海中浮现出幼年时的情景：母亲离世，父亲对我的生活起居不闻不问，只是不停地赌博，借了钱就去赌，输了就借酒消愁，然后回来就打我，家里被打断的木棍都能堆成一堵墙。最终父亲因肝硬化晚期去世，而我对他的离去并没有丝毫悲伤之情。正因如此，街坊邻居都在背后骂我冷血无情、养不熟的白眼狼。江可成是知晓这件事的，我们在一起5年，他从未提起过。没想到的是，今天他为了另一个男人又给了我重重一击。我将急救箱递过去，面无表情地说道：“江可成，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拒绝他住进来，也没有跟你耍脾气。你叫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难道就忘记了我对海鲜过敏吗？你抓我胳膊的时候，难道就忘记了手上沾满了海鲜吗？”说完，我把胳膊露出来给他看，被他抓过的地方此刻又痒又疼，起了一大片皮疹。江可成看到这一幕，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多么过分，眼中闪过一丝愧疚，说道：“对不，可成，就让我离开吧，别留在这里破坏你们的感情，我是个罪人。”周燕说完，艰难地站起身，准备往外走去，手上的伤口不停地往外流血，地上都流了一滩。随后，江可成顾不上我，拿着纱布按住周燕的伤口，扶着她往外走去。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我从急救箱里拿出几粒抗过敏药吃了下去，接着回到卧室，准备把我仅剩的一些生活用品搬到客卧。看着地上的碎玻璃渣和照片，我才发现这张照片竟然是我和江可成唯一一张打印出来并装裱好的照片。之前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还在犹豫该怎么处理它，主要是内心深处的那一丝挽留让我不想丢掉它。如今可好，周燕直接把它弄碎了。周燕帮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我把碎片扫起来，把照片撕碎扔进了垃圾桶。直到下半夜，江可成都没有回来。迷迷糊糊中，我仿佛听到屋里有动静，起身一看，厨房的灯亮着，江可成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着。难道他是良心发现，要给我做早餐？听到我的脚步声，江可成转过头，眼中闪过一丝愧疚，说道：“抱歉，阿申，吵醒你了吧？”我摇摇头，明知故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江可成指了指砂锅内，说道：“周燕她昨晚没吃多少，现在在医院，我煮了点海鲜粥，你也一起吃点吧。”看着砂锅里翻腾着的丰盛的海鲜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我很确定江可成最近才和周燕相聚，他记得周燕的口味，却屡屡忘记我对海鲜过敏。而且他会做饭这件事，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以前他从来没有为我做过哪怕一顿稀饭，要么我做饭，要么就出去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我摇了摇头，说道：“不了，我出去吃。”阿深，江可成喊住我。昨天的事情，周燕和我都做得有些不妥，我们都是无心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点点头，说道：“我明白，我没事。等忙完这阵子，我们去蜜月旅行吧，地点你来定。”看着江可成小心翼翼询问的样子，我的心里更加难受。他这是在愧疚吗？我随口应了一声，回到客卧继续睡了起来。换了地方睡觉，实在睡得不安稳，补了个觉后就去上班了。回来的时候，在门口听到屋内传来清脆的笑声。江可成这2天回家都比我早，以前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中双色球还低。不过，如果一个人连续中彩票，那这件事可能就不是概率的问题了。推门而入，只见沙发上2人亲昵地靠在一起，翻看着什么。定睛一看，那是一本相册。看封面我就知道，那是江可成大学时的相册。2人似乎注意到我的到来，停止了讨论的声音。江可成愣了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周燕则面带笑容地说道：“申哥回来了，我和可成在看以前的相册呢。大学那会儿，大家都说我们有夫妻相，当然那时候只开玩笑。不过上周我们去拍婚纱照，整个影楼的人都说我们有夫妻相。申哥你也来看看，我和可成是不是真的有夫妻相？”屋内突然安静的仿佛时间都停止了。周燕这话说的毫不掩饰，我打量了2人一番，点点头，说道：“还真别说，看起来确实有。阿深，晚上大学同学聚会，你也一起来吧。”江可成打断我的话，不知道是怕我继续说下去让大家尴尬，还是为了弥补对我的亏欠。不久后，我们进入聚会的酒店，江可成和周燕走在前面，2人没有牵手，但亲昵地靠在一起走路，哪怕是脑残脑干缺失的人都能看出他们是一对。准备进入包厢时，周燕更是直接和江可成十指相扣起来，这是我没想到的。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江可成没有拒绝。2人一推门进去，就听到一阵惊呼：“呦呦呦，这是什么情况？当年的校草校花2个人兜兜转转，还是在一起了呀？哈哈，豺狼虎豹可不对啊，应该是男才女貌呢。”江可成同学这么一调侃，他的耳朵瞬间变得通红，仿佛能看得见那蔓延的红晕。周燕呢，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脸上满是宠溺的神情，却并不做任何解释。等我靠近到距离他们不到1米的地方时，江可成先是神色一愣，接着转头看到我这个丈夫，刚要开口解释，准备把我这个陌生人介绍给大家，我却直接看向里面的10几个人，淡淡的说道：“他们是我的朋友，来蹭顿饭。”江可成小嘴微微张开，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反倒是他的几个女同学十分大胆，说道：“可成身边有这么帅的帅哥呀，你已经有周燕校草了，可不能跟姐妹们抢哦。”现场的氛围十分热闹，看样子包括周燕和江可成在内的这10几个人以前的关系就很不错，大家没有互相攀比，只是在聊大学时候的那些风花雪月以及天南地北的各种经历。我坐在上菜的位置，与现场的热闹氛围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还不如站在旁边的服务员有存在感。江可成和周燕坐在正对面的主位上，此刻他正细心地给周燕夹着酱牛肉，还贴心地把里面的香菜都挑了出来。这情形要是说他们不是情侣，那真让人难以相信。我悄悄地把嘴里的酱牛肉涂到碗碟里，在大家倒酒敬酒的时候，我悄悄地起身离开了。果然没有人在意我的去留。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的声音突然变大了。我停下脚步，静静地听着。江可成，你给我老实交代，周燕出国这几年，你有没有喜欢上别的男生？包厢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似乎大家都在等着江可成的回答。当然，站在包厢门口的我也很想听听他的答案。如果他有，他会怎么形容我呢？会不会发现我已经离开了？没有，我一直都是单身。江可成的回答十分坚定，包厢里又再次热闹起来，甚至有人开始尖叫着：“亲一个，亲一个。”后面到底有没有亲我不知道。当江可成说没有的时候，我就直接迈步往外走了。来到步行街散步，一边走一边在路边摊吃起了夜宵。身边大多是来吃夜宵的大学生，有好基友，也有情侣。我羡慕他们的年轻和大学生活，可一回头才发现自己才刚到30岁。回到家里，空无一人，聚会喝酒果然不会那么快结束。我的东西基本都收拾好了，躺在客卧的床上，思绪飘向这些年、这些天、这些事。咔嚓一阵细微的开门声传来，随后好像是江可成搀扶着醉醺醺的周燕走了进来。2人来到客厅，从门缝里看出去，周燕搂着江可成的腰，说道：“可成，当初我要是没出国，我们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吧？还有那个苏珊什么的，别理他。不过现在我们结婚证也领了，婚纱照也拍了。”说完，周燕就对着江可成吻了过去。直到2人贴在一起，我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已经拧开了门把手，好像是身体的本能反应，仅停顿了不到1秒钟，我就来到外面的卫生间，假装在那里方便。江可成看到我的一瞬间，
整个人都慌乱起来，推开周燕追了过来，说道：“阿深，刚才不是？”我点点头，说道：“我明白的，他喝醉了，没事，我要上厕所了，别挡住门。”说完，江可成退了出去，顺手关上了洗手间的门。完蛋了，我其实根本没有尿意，只能拿起牙杯接了点水倒进马桶里，然后冲了一下，打开门走出洗手间。令我没想到的是，江可成居然还在洗手间门口。阿深，看到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靠近，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聚会的时候你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周燕亲我的时候你反应也很冷淡，这是为什么？江可成这突然的一通质问让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我组织了一下语言，准备回答他，没成想主卧那边又传来了嚎啕大哭的声音。江可成听到声音后转身过去，刚走一步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不妥，看着我解释道：“周燕她喝高了，我去看一下。”卧室内，周燕拿着枕头到处乱甩，看到江可成后才安静下来，抱着他哀求道：“可成，别离开我，我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我好害怕。”江可成拍了拍周燕的背，说道：“不会的，我在，不会抛弃你的。”我走过去看到这一幕，已经有点麻木了。周燕的脑袋靠在江可成的肩膀上，抬起头看向我，哪里还有一丝喝醉的样子，右边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得意的邪魅笑容，挑衅意味十足。一个巴掌拍不响，江可成要是不配合的话，周燕一点机会都没有。不管他解释的再完美，周燕再怎么凄惨，我们这段关系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我没有像那孩子似的跟周燕较真，回到了客卧。死党那边打来电话，说融资的事情提前谈完了，让我这2天就可以出发去云城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不由得轻松了不少，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虽然江可成没有过来睡，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不到6点我就醒了，感觉神清气爽。出来洗漱的时候，突然听到茶几上的手机响了起来，那是江可成的手机，看到是他公司秘书打来的电话，想必是有什么急事吧。我拿起手机走到主卧门口，刚准备敲门，门却自动打开了。周燕光着脚走出来，随后轻轻关上门，带着我往客厅走，说道：“申哥，昨晚可成照顾了我一晚上，刚睡下没多久，别打扰他。”说完，他看似随意地整理了一下衣服，把脖子上的几个草莓印录了出来。我面无表情地把手机递给他，说道：“他公司的电话，你把手机给他。”我懒得再去看周燕那挑衅的目光，随即转身打算离开。就在这时，周燕突然伸出手按住了我的肩膀，她阴阳怪气地说道：“苏深，说真的，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可成他根本就不喜欢你，这点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实话告诉你吧，我和可成已经去领了结婚证，还拍了婚纱照，我们现在是合法的夫妻。你要是再继续待在这里，那你就是个第三者，识相的话就赶紧离开。”周燕的话还没说完，主卧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刚才还满脸嘲讽刻薄的周燕一下子像是失去了平衡，直接朝茶几撞了过去，随后便倒在了地上。江可成打开门，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他尖叫一声，连忙冲了出来，蹲下身去扶住周燕。周燕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紧紧抓住江可成的手，说道：“别责怪申哥，他不是故意把我推倒的。”看到周燕面色苍白，江可成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他转头朝我大声吼道：“苏深，你怎么能这样？我还以为你很大度，让我来照顾他，原来你打着这样的坏主意。别以为你是我男朋友就可以为所欲为，要是再敢伤害周燕，可别怪我跟你翻脸不认人。”我深吸了2口气，努力压制住想要给他一巴掌的冲动，说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的，你自己去看看家里的监控吧。”周燕听到这话，连忙按住即将发飙的江可成，说道：“可成，算了，这都是一场误会，犯不着搞得这么大动静。”看着江可成准备给周燕涂药，我直接转身离开了家。我订了第2天飞往云城的机票，今天再忍1天就好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正准备开门，突然感觉到一股冰凉的感觉从脖子上传了过来，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陌生。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那是一把刀。我强忍着心中的恐惧，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说道：“兄弟，我钱包里的钱都给你，要是还不够，连手机也给你，求求你别伤害我。”“谁是你兄弟啊？”赶紧给江可成打电话。听声音是个女人，这让我非常诧异。我缓缓掏出手机，给江可成打了个视频电话。从手机屏幕上看到自己这边的影像，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看起来将近50岁的女人，但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认识或者得罪过这样的人。幸好视频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江可成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就在这时，身后的老女人大声喊道：“江可成，马上把周燕给我带过来！半个小时之内，要是看不到周燕，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男朋友了。”江可成看到这边的情形，立刻紧张起来，说道：“别伤害阿深，你们在哪里？我们马上过去。”接着，江可成对旁边的周燕说道：“周燕，有个女人绑架了苏深，她指明要见你，我们赶紧去救她。”画面一转，周燕出现在了屏幕里。看到周燕，老女人显得非常激动，说道：“周燕，你终于出现了。你当初不是说只要我把全部家产都给你拿去投资，你就会娶我吗？最近你怎么一直躲着我啊？除了你，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女人越说越激动，我感觉到脖子上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随后有一股凉凉的东西从脖子上流了下来。
从视频里看到我脖子上在流血，周燕不敢再说什么刺激他的话，不然我真的就要有危险了。江可成看到这一幕，连忙大喊住手，说道：“阿深，你别怕，我马上过去救你。”眼看着江可成准备起身，我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下一个画面出现了，周燕竟然把刚站起身的江可成按了下去。她说道：“可成，那个疯女人说的话你也相信？我怎么可能会和那种老女人有什么关系？这分明是苏深故意叫来演戏的。”说完，江可成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周燕又看向我这边，说道：“申哥，今天你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不能为了挽回可成就特地演戏来试探他。感情是要用来相信的，而不是用来考验的。”说完，周燕叹了口气，对那个大婶说道：“大婶，你的演技太拙劣了，我不认识你。”江可成看到挟持我的女人愣住了，以为她被揭穿了，他满眼失望地看着我，说道：“阿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说完，他不顾我的哀求，直接挂断了视频电话。完了，电话挂断后，老女人这才反应过来，她尖叫一声，随后我的眼前一黑，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那白色的天花板，周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息。我的手被人紧紧握住，我缓缓抬头，恰好与江可成的目光交汇，他的眼睛有些红肿。“阿深，真的对不起。”周燕说：“那女人是他以前认识的债主，我之前没见过她，不认识她。”我用力挣脱开江可成的手。“周燕也不认识他吗？”江可成闻言神情一怔，或许是当时光线太暗了，那女人已经被警察带走了。从后面江可成的话语中得知，是巡逻的保安察觉到了异常，趁着那女人没注意，用电棍将我们都击倒了。周燕似乎因此而自责不已，甚至哭晕了过去。我一条命竟然还抵不过别人的几滴眼泪。我无奈地闭上眼睛，未曾想江可成竟然没有离开，一直守在我的床头。我看着他，轻轻摇摇头：“我没事，你去照顾周燕吧。”江可成再三确认后，转身去照料周燕了。我拿起镜子照了照，脖子上贴着敷贴，伤口看来不大。想到这里，我便来到护士站办理出院手续。等不及第二天的飞机，直接订了一张高铁票前往云城。刚踏入动车站，手机便收到一条消息，是一张图片。图片中，江可成正端着一盆水给周燕洗脚。我从未想过江可成会为周燕做到这一步。状态栏显示周燕正在输入中，我毫不犹豫地将她拉黑并关机。而我所不知道的是，买好晚餐来到我病房的江可成，眼见病床上空无一人，顿时惊慌失措，四处寻找我的身影，呼喊着我的名字。直到护士劝其他家属不要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江可成这才来到医生办公室，得知我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江可成眼眶一红，慌张地想要去找我，却被周燕拦住了。“可成，别紧张，之前医生说过，申哥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他应该是回去休息了，我们别去打扰他了，等他休息好了再去找他吧。”江可成掏出手机拨打我的电话，打了好几个都无人接听，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推开扶住他的周燕：“我要立刻去找阿深，周燕，你别再捣乱了，还有，马上搬出我家，明天去办离婚证。”说完，江可成毅然决然地小跑出医院，驾车直奔家中。途中闯了2个红灯，当他冲进家里时，突然察觉到了异样。家里不仅异常安静，而且东西少了很多。沙发上那对2人买的情侣抱枕只剩下粉色的女款，柜子里的相框，桌子上的情侣杯子都不见了踪影。苏深为婚礼准备的许多东西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江可成心存一丝侥幸，四处寻找，最后在垃圾桶里找到了那张被周燕打碎的合照，以及被撕碎的我和他的假结婚证。他失落地抬起头，环顾四周，看到床头那张硕大无比的周燕和他的结婚证。江可成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刺眼的一幕，那种痛苦仿佛要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啊，这曾是自己和阿深的家，是自己和阿深睡觉的卧室。当他看到这张巨大的婚纱照时，内心该是多么的痛苦啊！当他看到自己的爱人与另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卧室时，他又是多么的无奈。想到这里，江可成仿佛疯了一般，将婚纱照扯了下来，用他那白嫩的拳头使劲砸着，手上流血也全然不顾。直到卧室里满是玻璃碎片和婚纱照碎片，他才停下了手。回想着这些天的点点滴滴，原来苏深一开始就知道结婚证是假的，不然他也不会询问当初领证的地方为何变成了一片废墟。那个一直对自己呵护备至的苏深，这些天也不会突然态度大变，不再在乎自己与其他男人拍婚纱照，不再在乎自己与其他男人暧昧接吻。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哀莫大于心死，大概就是如此吧。江可成不停地拨打着我的电话，直到8个小时后，我在云城下了动车，已经是凌晨时分。我打开手机，看到上面200多个未接来电，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正准备给死党打电话，突然手机响了起来，看着可成2个字，我终究还是心软地接通了电话。江可成带着哭腔哀求着：“阿深，我知道错了，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我轻轻叹了口气：“江可成，你还不明白吗？从你选择和我领假结婚证，却又和周燕领真结婚证、拍婚纱照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在一起5年了，你就连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我和周燕真的什么都没发生。”我打断了他的话，有没有发生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再见。说完，我却有些不忍心，直接挂断电话，听着那边江可成苦苦哀求的声音，
突然看到死党出现在眼前，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死党伤势去拍拍我的肩膀，做得好，对那种绿茶渣女就该狠一点。说完，拉着我的行李箱往外走。对了，我还有点事，林诗婉在外面等你，她带你去我家。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停下脚步，一脸严肃地看向死党商时序。你和他住在一起？死党点点头，神色淡然。我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开口说道：兄弟，林诗婉也不是什么善茬，虽然她漂亮、聪明、学习好，不过……死党看着我，露出一脸玩味的笑容。我直接摊牌，她当初向我表白过，现在却和你在一起，很可能……后面的话我没有再说出口。死党呆立在原地，满脸的难以置信。林诗婉说当年喜欢的人是你。我轻轻颔首。死党舔了舔嘴唇，悠悠说道：其实呢，林诗婉人那可是相当不错的，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渣女，你和她之间或许存在着什么误会吧。我无奈地望着死党，方才他还说我甩渣女甩得漂亮，怎么一到他自己这就糊涂了呢？随后我一直劝说商时序，直到出站口，看着站在 SUV 车前风姿卓越的女子，我只得闭上了嘴。商时序领着我走到林诗婉面前，喊了一声：阿姐，苏生我给你带来了，后面就交给你了。林诗婉淡淡的应了一声：你可以走了。林诗婉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情。我是她堂姐，不是什么渣女。我正欲解释，林诗婉已经上车了。到了地方才发觉，商时序住的是复式楼，看来这小子进来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然而接下来就只有我和林诗婉两个人共处一室。走出情伤的最佳途径便是开启另一段感情。林诗婉最近一直以这个为由头和我套近乎，还直接唤我亲爱的。亲爱的，我的护手霜没了。我看着靠在我肩头的林诗婉，我没拿呀。我说我的护手霜没了。我坐直身子看向他，再次重申，我真没拿。你跟我说护手霜没了我知道，可我真没拿。我拿你这东西干啥呀？林诗婉白了我一眼，我的口红也没了。这可把我气乐了，赶忙回他，口红我也没拿呀，我又不用口红好不好？我的黑丝也没了，你瞧这都勾丝了。黑丝我现在给你买吧，买点别的成不？你看白丝吊带渔网之类的都买点呗。林诗婉给了我一拳，老娘说的是护手霜没了。都说了我没拿，怎么还急眼？